第7幕我们要探讨的是后现代。什么是后现代？后现代有什么样的定义以及争论？第7幕第1场后现代主义的见解。纲要：1. 提问；2. 什么是后现代；3. 就是这个单元最重要的哈伯马斯跟里欧塔的争论。现在我们请同学提问。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有什么区别啊？后是代表知识的延续还是断裂呢？后现代已经发展半世纪之久，有没有什么主义会取代后现代主义啊？或者说有没有后现代主义呢？在回答问题之前，我们因为这一周是后现代主义，我们先做一个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简单的定义跟区别。首先，我们上一周学到的是后结构主义，所以我们会有2个后。那当然，所谓后就是在什么之后。我们要问的是，后结构主义跟后现代主义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在整体而言，后结构主义处理的是结构主义延伸出来的一个去中心的一个论述，而后现代主义则是把这样的论述运用到各个领域。所以后结构主义比较偏向于符号文本的论述、去中心的论述的一个运用，而后现代则是比较情境导向，它可以是后现代的文化研究，可以是女性主义，可以是后殖民主义，甚至是环境论述这样的一个去中心的论述，在多元的样态中呈现了后现代主义。所以整体而言，后现代主义经常要依赖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论述来运用到各个面向，性别、种族或者阶级来探讨他们的个别的现象。那后现代主义，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定义。那后现代主义当然就是对现代主义的一个延续或者是断裂，这是在我们下一周的下周跟下一周会探讨的这个到底后现代的后字是属于断裂呢还是延续？不过我们先定义一下，后现代主义当然是对现代主义提出了一个批判。那什么是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我们探讨过，它是一个在1、2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流行的一种文艺的运动。那这个运动的基石，尤其是哲学面向的，就是 Enlightenment 所谓的启蒙运动。包含中国的五四运动，也是西方的启蒙运动的一个延伸，是强调理性，去掉所有的迷信或是所有的人性的黑暗的属性。Enlighten 就是给予光，那光就是理性。那这样子的理性的一个基石，建构了全人类文明中现代主义的一个很核心的 cornerstone。那这个 cornerstone 变成是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对象。所以后现代主义基本上是对现代主义的基石，也就是启蒙运动提出了批判。那批判启蒙运动就要批判一个概念，就是理性。理性又是启蒙运动的一个基石。那理性为什么要被批判？那这是整个后现代主义要去探讨的。然而这样的批判，由于它的批判性非常的强，所以延伸出来的局限或者是问题，就是它会被贴上不同的标签，像是相对主义、怀疑主义或者复数主义，甚至是虚无主义。所以后现代主义由于它的去中心的特色，将会导致它这样的不同的负面标签。那可是整体而言，它对人类思潮提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一个新的样态，然后重新赋予各个面向新的意涵。好，我们来看一下后现代主义。简言之，它就是提倡差异跟提倡生成，也就是 becoming 跟 difference， 然后反对批判的是the same 或者是 totality， 就是相同或者整体。那这个是一个整体的后现代的一个观点，它批判的目标是任何整体性的，像理性的整体性或者相同性，然后它鼓吹的思想就是差异跟生成。那在这样的框架底下，我们看到所有在框架内的或者分类底下的那种概念，像灵魂啊、理性啊、进步啊这样等等这种概念，都对这些后现代
主义的思想家来讲，都是只不过是权力美丽包装的语言而已。所以这些语言都要被拆解。那拆解之后才看到，事实上很多权力的语言都是为了权力自身的权益，然后达到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包装。所以为了去除这样的霸权，后现代主义就不断的以各种姿态、各种角度，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去中心。一去了中心，差异才能被解放出来。差异被解放出来之后，所有的新的可能才会成为一个生成 becoming 的样态。那这些整个的思维成为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如果它有一个基石的话，这是一个强调差异跟生成，是一个后现代理论哲学共同的特色。我们可以从这张图里面看到了一个，我记得我当时读后现代哲学中必读的东西，就是他跟里欧塔的辩论。那这个辩论就充满了火药味，在当时80年代、90年代，何谓后现代？那如何定义后现代？它到底是断裂呢，还是延续？所以任何思潮甚至文学运动的发展，它像季节般，不是几月几号12点就这是从春天进入夏天，几月几号一整我就进入冬天或者是下一个季节，而是有季节的交替。所有的文学运动、所有的思想运动、所有的艺术运动都有一个交织的一个阶段。所以很难厘清到底它是比如说是一个自然主义，或者是它之前的写实主义那他们有一个交接的一个季节般交错的样态。在这个样态里面，这个阶段里面就很多的论述在拉扯。那有一派的认为后现代的后置是对现代的延续，那就代表者就是哈伯马斯。不要忘了，我们介绍过法兰克福学派的时候，在马克思理论的时候，哈伯马斯事实上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里面的可以说是第4代的掌门人，他是唯一一个不是犹太人的一个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在带入21世纪的时空的时候，他探讨的是一个理性的一个整体概念，所以他重视的是理性的一个启蒙理性，就是 Enlightenment 的理性。人的反理性对他来讲也是一种理性的产物，所以后现代如何的反理性，它本身也是一个理性的产物或理性的延续。所以他追求的是一个public sphere， 一个公共场域下理性在不同声音的探讨。所以他的 public sphere 公共场域是他一个主要的论述。在当代的现代里面，虽然有不同的声音，我们在理性的场域里面去沟通，去达到一个共识，在一个共识中，我们达到整体的进步，甚至我们谈的全球化社会是一个理性进步的样态。而里欧塔完全抵抗这样的说法，他认为我们整个后现代进入的是一个拉扯的时代，甚至是一个知识断裂的时代，强调的是断裂性，因为只有断裂才能开展出生命的开创性。那生命开创性里面就有很多的争论，让它众音喧哗，同时存有多元而自主的去开展出来是有它的游戏性。我们待会谈什么叫做游戏，在它的语言跟正义的概念里面，所以它整体探讨的后现代一定是不断的在地化。那这个思维可以探讨出在什么是后置，这个后现代、后结构、后殖民、后马克思，后到底是断裂还是延续，有不同的争论。当然现在来看，哈伯马斯的这个理性逐渐被遗忘了，而里欧塔带引你的一个后现代的断裂中产生了新的一个样态。我们来看里欧塔什么叫做后现代情境底下的宏伟大叙述跟小叙事的兴起。熊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在课堂中已经做了说明。第二个问题，什么将会取代后现代？答案是我也不知道。那因为有句话说得好，人在庐山不知庐山真面目。我们还在后现代，如何知道有什么取代了后现代？除非我们离开了后现代。所以与其问什么取代了后现代，不如说我们后现代发展到这里，烟火像灿烂般的烟火的理论逐渐沉淀下来，
有什么新的趋势即将被开展。这个在12周我们文学理论新趋势中会做非常详尽的说明，甚至几个理论开展的新探讨。记得12周就会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在此做保留。第7幕的第1单元我们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的观赏。